剩7年多的时间了，研制一台新的机器，叫做云脑3。这台云脑3对支撑我国后5G 时代的智能无线通信呢，至关重要。那么云脑3的算力呢是云脑2的16倍，就是比现在的机器还要再强16倍。那么这台机器应该在2025年完成。那么云脑3呢，将是下一步我们打造的一个面向6G 超宽带通信的一个云网合一的智能化工具平台。现在6G 能力。1,4 miljard Chinezen van een heleboel hele slimme Chinezen. Dan komen ze met oplossingen waar wij nog niet aan gedacht hebben. Dus je dwingt ze eigenlijk ook om heel innovatief te worden. Waarom? Het gaat daar harder, het is meer gefocust en het gaat daar sneller. En wij zijn te zelfgenoegzaam, zegt. Wij zijn te zelfgenoegzaam. 据悉，在美国的要求下，从当地时间9月1号开始，荷兰政府生效了新的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新规。根据公开资料可以知晓，在这份新的贸易管制新规中，作为全球高端光刻机制造商的阿斯麦，自管制生效后，在其后发运售卖先进光刻机时，都要获得荷兰当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需要征得美国政府的同意。短短的几年当中，中国在芯片和光刻机的研究和研发方面始终没有停步，而最关键是中国的科技人员和科技公司善于学习，苦于学习，而且善于研究，也苦于研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阿斯麦完全认清了当前的形势，提出呼吁，要求有关国家放松对中国的制裁措施，认为他们是自以为是。但是我个人认为，西方高科技公司不可能改变他们自以为是的根本态度。中国还需要认真总结经验，不断的开发和进取，能够创造出新的业绩。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消西方科技界的霸权，他们自以为是的一种思维方式。可以说，当前中国提出新质生产力和当前的这个国际大背景是不无关系的。在当前1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之下，我们提出新质生产力，您怎么来解读？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啊，从生产力的视角来看，那么这个变的背后的原因就是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或者说是世界一些主要经济体，他们的生产力水平相对地位发生了变化导致的。那么在这种变局中，谁抢抓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先机，谁就可以在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赢得优势。不管是美国对我们科技的打压也好，还是他的盟友对我们技术的限制也好，其实都是为了阻止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总书记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提出，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是我们主动应对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的一个战略选择。张老师，我们注意到有人认为新质生产力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还是一个以安全为主导的概念，你认同吗？是的，安全已经不是物理安全，也不是国土安全，是利益安全，是全球安全。安全观的放大给我们提出来了一个新的要求：怎样保证安全呢？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这5大安全基础在产业安全。有了产业安全，才能维系其他4个安全。所以产业安全呢是首选，它涉及到了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各个技术基础，甚至各个标准体系。这样一个安全观的放大，显然我们必须要重视，要做好，要做扎实。我们看到，其实呢，在美国特朗普时期呢，对中国的这个科技封锁、科技打压就已经开始明朗化了。到了拜登政府，更加的变本加厉。这种背景之下，中国如何应对？中国的发展是机遇，不挑战。中国的发展将给人类文明带来更多的公共产品。在经济学范畴里边有个概念叫做竞争，但是竞争呢是竞赛，而不是恶斗。我们要避免恶斗，展开良性竞争。产业链当中哪一个环节都不能脱钩，哪一个节点都不能断裂。谋得自己独善其身是做不到的，因为任何一个点的脱钩和断裂，
都会带来自己的不安全，同时也影响别人的不安全。今年5月份，美国发布了美国政府关键与新兴技术的国家标准战略。汪老师怎么来看美国这样一个标准战略？对，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讲一流的企业做标准，2流的企业做品牌，3流的企业做产品。这事实上就是可以看得到美国在抢占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当中的一个重大部署。它这次可以看到这个标准其实2个方面，第一，它就是要支持这个标准研究，这是粗浅的一方面。第二就是通过标准的研究，在未来引领新的科技产业发展方面提供一个基础支撑。那么我们认为，中国的很多企业、很多的产品，应该说都走向了世界，走向了全球，在全球都有竞争力。那未来应该我建议就是我们的中国产品、中国企业要向标准靠近，制定标准、引领标准，引领整个科技产业的发展，来共同为全世界的这个发展做出我们中国的贡献。中国一旦制定成了标准，一定是一个国际公共产品，而不是称霸的一个工具。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考察调研期间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华社在相关解读文章中说明了新质生产力有别于传统生产力，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依靠创新驱动是关键。新质生产力新在哪里？质又指的是什么呢？它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又如何相互关联？一起来洞察关键。9月7号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尔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说，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一句话中出现了5个新，落脚点是新动能。9月8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在发言中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色是新。9月12号，南方报业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文章称，新质生产力是有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的生产力，是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9月15号，学习强国公众号发表评论文章《新质生产力新词汇传递鲜明信号》中则称，这种生产力依托于新兴产业，而不是传统的产业，更不是落后的产业。这种生产力具有强劲的发展动能，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那么我们回顾这个就是整个人类的这样一个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在每一次这个可以说推动人类进步的这种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新字为开头的。我们从这个蒸汽机时代进入到机电文明时代，那么再到后来比如说计算机的发展，那么一直到今天我们互联网这个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是吧？中国要想能够在未来的生产领域当中，我们成为引领者，能够确定我们的大国的这种竞争的地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推动，就是这种原创性的具有革命性的这种产业变革。新质生产力起点是新，关键在质，可以指代物质。今天，新的物质生产力正在信息化、智能化等条件下形成，这是依靠创新驱动形成的生产力。从本质上，已区别于大量消耗资源能源的传统生产力。质也可以指代质量，是体现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落脚点是生产力。光明日报9月14号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指劳动能力，还包括创新能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在于推进科技创新，科学技术通过应用于生产过程，渗透在生产力诸多要素中，而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将促进并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巨大发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嘛，创新是第一动力嘛。我们的这个科技创新一旦走到前面，那么它对于中国的整个大国地位，对中国的这个国家形象，它都是有巨大的支撑的。如果你能够创造出一个在未来的技术发展当中，你能够渗透到各行各业，
你能够引领各行各业的这样一种，比如说新的技术革命也好，新的这种比如说基础理论突破也好，那你这个国家就走到前列了。对于总书记提到的未来产业，“十四五”规划的前瞻谋划未来产业一节中也有说明，对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纵观近年来全球经济重点产业，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到大数据，无一不是由新技术带来的新产业，进而形成的新生产力。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时期，新一代信息、生物、能源、材料等领域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呈现融合交叉、多点突破态势。今年5月12号，新华社转载《经济日报》评论文章《未来产业大有作为》中称，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到未来产业，体现了我国进入新时期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变化。事实上，这两者都是由重大技术突破或发展需求带动的新兴产业。不同之处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比较确定的，能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产业，而未来产业更为前沿，产业成长的不确定性更大，培育周期也更长。未来产业的发展就是要基于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依托技术与技术之间、技术与产业之间的深度融合。此外，未来产业不仅可以满足社会现有需求，还能创造新应用场景和新消费需求，并引导经营主体向更先进的生产力聚集，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在这个比如说近现代科学发展，特别是在基础科学发展方面啊，老实说，我们的对人类的贡献我们是不够的，这叫原创性的创新，就是0到1的创新。那么咱们实事求是说，就是中国这些年发展很快，但是我们在技术创新方面，老实说，我们主要是1到99的创新。所以我觉得总书记这次提出来这个新质生产力它不仅是说是一个观念上的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提法，我觉得它也是对我们中国来讲，它应该是也是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就它对于我们鼓励创新，应该说它是有战略意义的，特别是原创性的创新不但是一些应用型研究就基础性研究，可能我们也要下大的力气。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呢，提到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词汇，就是新质生产力。张老师，在您看来，新质生产力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生产力呢？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传统生产力过去呢是靠流汗水，新质生产力更多包含了人的智力劳动、知识劳动、科技成分。9月7号，总书记在讲话当中表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我们看到这一句话出现了5个新。马老师，在您看来，总书记为什么强调新的概念？那么新质生产力这个新有着怎样的内涵？质指的又是什么呢？新它强调的是从0到1。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从发展的主体来讲，我们就是要促进新事物代替旧事物。那么新质生产的这个质它强调的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要有新的科技作为动力来推动、促成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总书记在9月7号和8号的讲话当中呢，反复提及的另外一个概念呢，就是未来产业。那么，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质生产力这几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3个概念相互关联，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讲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好，未来产业也好，还是新质生产力也好，其实背后一个最为核心的动力是技术创新、科技创新。那么，我们的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需要科技创新来推动它发展。所以说，它3者的关系是通过新技术孵化、培育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个是一个逻辑关系，我认为就是中间的这个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为产业之后，它才能在
产业经济领域里面形成新质生产力啊。我们所说的支柱产业是我们应该一定要拿得住的一个产业，不是说光去瞄准那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了。我们现在有的这个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也要想办法利用技术创新，把它进行这个进一步的优化，是这样吗？一方面，我们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让传统产业的生产更有效率，产品更有质量，消费更有市场。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用高新技术去创造未来产业。这里边有一个造富运动的规则问题，每一轮的造富运动都会创造一批新生的产业，也会成就一些国家。所以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凡是在一轮造富运动当中走在前边的，都是这个国家有自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的未来产业而牵引的。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中，我们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新质生产力将起到怎样的作用？我国的产业发展将迈入怎样的新阶段呢？我们国家已经具备了这样一个条件，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我们有14亿人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在世界上，工业品大概有300多种类，品类是最多，但是我们已经有270多种在世界上是产量第一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储蓄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所以从总量上说，从体量上说，从物理量上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向更高的产业链位置上走，向更具有科技含量的产业里面去走，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走，向未来产业走的物质条件和基础。所以只要我们发力实践，在我一法。今年9月12日，深圳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这是市委7届7次全会之后首次召开的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具有深圳特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打造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这1年多来，深圳市委召开的多场会议的新闻稿都有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这样的一个表述。锚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目标的深圳，如何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呢？一起来洞察关键。去年6月，深圳发布了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落子布局20+8产业集群。这20+8是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前瞻布局8大未来产业。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认为，深圳20+8产业集群布局几乎涵盖了世界上最具潜力的新兴产业。我觉得最重要的亮点，它的先进性。我们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不是说改超了，我们要引领。我是觉得基本上就是说，世界上非常具潜力的那些新兴的产业，它都涵盖进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新质生产力时，特别提到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上，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正是深圳当前的重点发展方向。其中，先进制造一直是夯实深圳发展基石的重要支撑力量。在今年深圳政府工作报告的10个方面重点工作中，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全球领先的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便排在首位。电子信息产业更是深圳的优势所在。作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重镇，电子信息制造业是深圳工业第一支柱产业，占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近60%，产业规模约占全国的1/5。
新能源产业近年来也已经成为深圳享誉世界的一张名片。根据2023胡润中国新能源产业集聚度城市榜显示，深圳成为中国新能源产业集聚度最高的城市。今年上半年，深圳新三样电光锂产品出口414亿元，同比增长63.9%，在国际市场上持续火爆。新材料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石与先导。9月13号，深圳印发《深圳市关于推动新材料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加快打造材料科技创新发展高地。锂离子电池也是我们广东特别是深圳一个大的产业大家知道比亚迪、兴旺达一大批，所以国家工信部有一个电池材料产业集群，工信部支持一下这个集群呢，就是放在深圳。当前，量子信息正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领域。量子科技发展已成为全世界，尤其是强国科技较量的一个战略制高点。短短几年间，量子技术和深圳这座城市之间也已经形成了紧密联系。2016年，南方科技大学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的前身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成立。2018年，深圳市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正式挂牌，院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大鹏教授。2021年，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应运而生。2022年，深圳出台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将量子信息列为8大未来产业之一。量子科技正好是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深圳这块热土上的话，在量子信息技术方面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方针是要沿途下蛋。因为深圳在这个电子信息技术方面的话呢，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基础，那么这为整个量子产业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因此呢，我们要面向整个制造通用量计算机这么一个宏伟目标的进程当中，把一些中间的一些环节，能够让它早日能够落地，变成这个小批量的产品，变成一个社会生产力。这个呢也是为发展核桃量子股，为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也是提供一种助推力。在2016年年底，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大鹏以归零的心态，从首都来到深圳，开始2次创业，扎根南科大。过去20多年，于大鹏一直关注量子科学与工程领域，推动量子科学与工程的基础研究是他来南科大最想做的事情。这同时也与深圳布局基础研究机构的方向之一相匹配。谈到建立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的过程，于大鹏由衷感叹深圳速度和深圳效率。从设想到挂牌，成立研究院前后仅用了1年的时间，这在其他城市可能很难实现。深圳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的 logo 出炉过程也让于大鹏印象深刻。开始时，于大鹏找了几家专业工业设计公司做，但对方开口就要5万，于大鹏心有不甘，无论如何得省下这笔钱。最后是在自己女儿和南科大学生的共同合作下，创作出了研究院的 logo。logo 不仅彰显了量子的精髓，更凸显出深圳精神，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大力赞赏。谈及研究院未来规划，于大鹏充满自信，希望能够做出一系列诺奖级的研究成果，因为诺奖级工作的最大含金量是其原创性。做出诺奖级科研成果的底气从何而来？于大鹏说，他在北大20多年的积累之深厚，南科大科研团队之优秀，深圳对基础研究支持力度之巨大，实现诺奖级科研成果并不遥远。我是2016年5月份全职到深圳的，那么这到深圳来已经是7年了。从我个人的感悟的话，的确深圳是一个科技创新热土。首先，它是一个服务性政府，它的效率这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是深圳的确是干事情的一个地方。比如说量子科技本来跟深圳没有什么关系，那么通过这么短短7年的这么一个发展，在深圳市政府、福田区以及南科大的支持下的话呢，我们生生是在这里崛起，成为一个国家量子科技核心战略力量的一个南方支柱。那么这个就是充分说明深圳是一个创新的地方，是一个干事情的一个热土，的确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沃土。
因此呢，我相信就是我们深圳在形成这个新质生产力这方面呢，一定会起到这个先行示范的作用，也会起到这个尖刀班的作用。在深圳创新的热土上，深圳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快速发展，成为国家量子科技的核心战略力量。与此同时，量子院与香港的落马洲地区仅一水之隔，更使得这里成为了深港交流合作的前沿地带。近期，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中专门提出，支持深港联合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共建量子谷。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是河套第一批入驻的国家级的科研机构。实际上，深圳量子谷呢也是我们最先提出来的。我们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是为了支撑这个国家量子科技核心战略力量这么一个南方之重的专门成立的。那么目前它的运转非常良好。目前呢，我们通过这种全球化的这种公开招聘，已经吸引到了一批这个国际化、年轻化的这个研究队伍，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已经打造了量子物态与量子器件、量子计算、量子极限传感以及量子的工程应用这4大方向的这个研究平台。那么目前这个研究平台的这个研究实力，在国际、国内上都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目前，深圳量子研究院科研人员与港澳地区学者共同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100余篇。未来，深港将以量子科学等前沿科技为抓手，携手在河套这一超级实验室，激发新质生产力更大潜能。深圳作为科技之都，一直坚持把创新作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那汪老师在打造新质生产力这一方面，深圳有着怎样的优势？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又有着怎样的责任担当呢？应该说，深圳的这个科技创新，它有自己的一个模式，就是以产业创新牵引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来支撑后端的产业创新。所以我们在提这个创新中心定位上，我们特别强调，尤其是这一次总书记视察广东之后，把产业放到前面，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事实上就是说，我们的科技创新要为后端的产业发展、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前端的科技创新要跟后端的产业发展联动起来，使得我们的整个科技创新效能提升。在未来，我认为深圳应该以这个科技创新为主轴，同时要聚焦科技创新和机制创新双龙驱动，通过机制创新为科技创新注入活力，来推动我们的技术转化为产业，通过产业的培育，形成我们的新质生产力，为全国做一个先行示范。尤其当前深圳正在着力的打造20+8产业集群，那这个对于形成新质生产力有着怎样的重要作用？总书记这一次在黑龙江考察，他重点强调了2个产业的发展对新质生产力的作用，一个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另外一个就是未来产业。那么我们从深圳这个20+8的这个产业规划来看呢，那么要布局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未来产业规划了8个集群产业。那么各个产业都有自己的重点，有自己的方向和目标任务。这样的规划实现了，那么必将成为深圳未来经济增长新势能、新动能的新阵地。按照这样的20+8的这个产业规划去实现去走的话，深圳那么在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一定会走在全国的前列。产业集群是有相互供应链关系企业的云集，称之为产业集群，它可以形成极化效应。这种极化效应在一个地方就形成了区域品牌，所以产业的质量表现了这个地方区域品牌的质量。深圳的发展一轮又一轮的产业升级，已经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机制，那就是从实验室技术向商业化生产技术，向大规模生产技术的演进。这种良好的机制铸就了深圳它的产业不断的向前跃进。深圳不仅仅是深圳人的深圳，也是全中国人的深圳，更是世界的深圳。深圳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靠的就是创新。
创新已经成就了深圳人的基因，融在血脉里、骨髓里。你让他不创新，他都不会了。发展新质生产力，人才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环节。那近年来，深圳这片热土呢，也是不断的磁吸全球的人才。近日发布的这个2023理想之城报告当中就提到，全球科学家的心目当中这个最理想的生活的城市，深圳是跃居首位。那您觉得在这个打造新质生产力这一方面，人才有着怎样的重要作用？深圳如何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我们讲新质生产力，关键是靠科技创新，创新驱动。那么创新驱动，关键是人才驱动。因此的话，人才是未来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中之重。那么对于深圳来说，我觉得有几点可以做。第一，我们要建设一些重大平台来承载人才。那么第二个就是要以这个事业来留住人才。我们要给人才更多的创新创业的机会，培育一些应用市场。那么第三个就是环境吸引人才，营造最佳的这种环境来留住人才、吸引人才。那么作为深圳这样一个人才汇聚的高地，未来如何筑巢引凤？那么我还专门对深圳的政策进行了一个研究调查有什么发现？深圳我发现现在它正在实施从政策引才向这个环境文化聚才转变，在这些方面深圳要形成独具特色的人文氛围，让环境文化聚才成为深圳一张亮丽的名片。新质生产力无疑是引发广泛关注的新词。这个首次跃入大众视野的词汇，肯定了新产业孕育的新动能，界定了新时期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指明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放眼当今的世界，科技革命加速演进，传统产业领域在新技术的支撑下不断推陈出新。谁能够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谁就能抢占发展制高点，赢得发展的主动权。那么当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将如何为国家产业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又如何为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赋能呢？一起来洞察关键。不过美方应该没有想到对华脱钩给中国带来的创新动力。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新机遇，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新质生产力尽管提在东北，但是也并非只针对东北。那么我们如何做才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上超前谋划，步步推进，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呢？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开通，我们就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话，撸水袖子，加油干，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既定的方针，实现我们的目标。我认为应该做好3篇文章。第一个就是人才这篇文章，人才是新质生产力的原动力。第二个就是做好科技这篇文章，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是新质生产力的直接动力。第3篇文章就是产业的文章，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通过机制创新来激发、促进技术创新，通过技术创新来孕育、孵化未来更多的新产业、新动能、新经济，形成更好的新质生产力。